林婉儿的话让叶晨也为之一振，他也觉得这其中有诸多巧合。为什么忽然有如此诡异的乌云压顶？为什么乌云还会呈现出震卦之象？为什么那乌云偏偏少了雷电？为什么偏偏出现在普查之母当年渡劫失败的地方？再加上自己刚好用普查之母渡劫失败形成的雷击木，打造了一件全新的惊雷令。诸多令人疑惑的元素汇集起来，只有林婉儿的推测才是唯一一个能够解答所有疑惑的答案。想到这里，叶晨不假思索地脱口道：既然如此，那我便引为这漫天的乌云引一道天雷。林婉儿重重点头，眼神中满是期待地说道：普查之母与奴家也算颇有机缘，有劳公子出手相救。叶晨取出惊雷令，将其握在掌心，眼睛紧紧盯着头顶那越来越低、越来越厚的黑云，瞬间停下掩盖灵气的心法口诀。紧接着，叶晨高喊一声：雷来！霎时间，浑身灵气迅速自其经八脉喷涌而出，疯狂涌入他手里的惊雷令中。只是眨眼功夫，那黝黑的惊雷令甚至开始从内向外溢出白色光芒，而叶晨体内的灵气也有大半被惊雷令吸入。叶晨感觉手中的惊雷令愈发震颤不安，光芒也愈发强盛，里面甚至还有滋滋啦啦的电流之声。这一刻，叶晨觉得握在手里的不再是什么惊雷令，而是科幻小说里时常提及的球形闪电。林婉儿从未见过如此景象，直觉告诉她，叶晨手中的光芒实力越来越强，若是再不及时出手，恐怕会有伤到叶晨自身的危险。于是他下意识地大喊一声：公子，快快施法，不要再等了。叶晨摇摇头，开口道：何时施法，已经不是我说了算了。若是平时，叶晨一声雷来，天空乌云压境，雷声轰鸣，天雷很快便会从云中降下。可是这次，叶晨一声雷来喊出，手中的惊雷令却没有立刻催生闪电，而是不断积蓄能量，似乎他自己在掌握施法的力度。换句话说，惊雷令自己觉得积蓄的灵气还不够。而此时，天上的乌云也已经厚重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完全就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漆黑。林婉儿惊骇不已，脱口问他：这惊雷令难道不是公子掌控的吗？叶晨有些吃力地举着右手，看着那光芒愈发强大，吃力地说道：你猜得对，这一定是普查之母在召唤。我手里的惊雷令本来就是他的一部分，此刻想来已经被他掌控，不再由我做主了。正说着，叶晨手中的惊雷令忽然之间失去光芒，而下一刻，一股看不见的强大能量自惊雷令中激射而出，径直冲向那黑压压的乌云。叶晨感觉自己仿佛一瞬间被抽空身体，绝大多数的灵气都被这一击消耗殆尽。而下一刻，天空中密布的黑云内部忽然急速翻滚起来，紧接着便听里面传来轰轰隆隆的雷声，内部的闪电频发，如植物根须般复杂的闪电将黑云分割成无数个大小不等、规则不一的小块。更奇怪的是，这阵阵轰鸣声似乎正在愈演愈烈，而云中那不断闪耀的雷电似乎也越来越粗，越来越亮，就好像叶晨那一记惊雷令只是拉开了一场演出的序幕。眼下，这云中的雷电正在不断将这场演出推向高潮，而后那黑云便开始缓缓从天池上方向着叶晨与林婉儿所在的位置移动。眼看那电闪雷鸣越来越近，叶晨连忙拉起林婉儿的手，带着她向后狂奔数百米。待两人站定时，雷电与黑云的中心位置已经悬在了那片光秃秃的黄土地上方。就在这时，一道碗口粗的雷电自黑云之中降下，径直劈在黄土地上。
霎时间，天空忽然瞬间亮如白昼，那一道炸雷声，大的仿佛是在耳边引爆成吨的炸药，振聋发聩。而随着这一道闪电降下，那积压了许久的黑云瞬间降下倾盆大雨，雨水从天上到地面连成了线。叶晨与林婉无处躲闪，霎时间被雨水从上至下完全浇透。林婉儿顾不得浑身已然湿透，迈步朝着普查之母渡劫失败的那块黄土地飞奔过去。叶晨被他这一举动搞得措手不及，大喊：“危险，别过去！”说着便要去将林婉儿追回来，可林婉儿却丝毫没有退缩，一边不顾一切地奔跑，一边对叶晨说道：“公子，奴家感觉到他了。”叶晨下意识问：“感觉到谁了？普查之母吗？”“对。”林婉儿的声音带着颤抖，连声道：“是他，一定是他，他活过来了。”叶晨心中疑惑，他实在想不通，一株几百年前就渡劫失败的茶树，如何还能再活来？不过眼下那黑云已经停止了电闪雷鸣，剩下的只是瓢泼大雨，而那黑云之中也已经没了雷电的气息，想来是已经鸣金收兵。叶晨见没有雷击的风险，便也没有将林婉儿拉回来，而是跟着他一起来到那片黄土地上。此时的黄土地已经被雨水冲击的一片泥泞，林婉儿不停用双手擦拭眼前和脸上的雨水，同时四下仔细看个不停，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叶晨也放眼看去，可这片黄土地上除了雨水便是泥泞，根本看不到其他任何事物的踪影。于是他问林婉儿：“林小姐，你是从哪里感觉到普查之母的？”林婉儿紧盯着地面，大声道：“就是这里。”说罢，林婉儿指着黄土地中央的位置，激动万分地大喊：“公子快看！”叶晨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顿时看到了这辈子也不曾见过的场景。在暴雨冲刷的黄土地中，一片嫩绿的小绿芽竟顶着暴雨从泥泞的泥土中顽强地钻了出来，而且这嫩芽生长的速度仿佛就是在看一段浓缩了10几天视频的延迟摄影。这片嫩芽从泥土中钻出之后，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生长，眨眼间的功夫便从1-2厘米的高度长到了7-8厘米，而原本那个打着卷还没有一个手指甲大小的嫩芽，竟也迅速长大到了拇指般大小。紧接着那嫩芽的尾部又抽出一个针尖般大小的新嫩芽，而那嫩芽也同样以极快的速度生长变大。叶晨看呆了，而一旁的林婉儿却看得欣喜若狂，甚至下意识跪在地上，用身体为那嫩芽挡住雨水。而那嫩芽很快长成了幼苗，短短几分钟内就从几厘米的高度长到了约莫20厘米高，先前的2片叶子也逐渐增加到了10余片，甚至还抽出3条新枝。就在这时，暴雨霎时间戛然而止，天上的黑云也不断向着中心快速坍缩，不足半分钟的时间便已经消失不见。明月与满天繁星再度出现在天池的上方。更诡异的是，黄土地在刚才的倾盆暴雨中明明已经成了一片泥泞，可这一刻所有的雨水仿佛凭空消失一般，而叶晨与林婉儿身上的水竟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2人身上的衣服干爽无比，一点也没有被雨水打湿的痕迹，一切又回到了叶晨与林婉儿刚到这里时的样子。唯一不同的便是那片光秃秃的黄土地中央长出了一株娇嫩无比、散发着淡淡茶香的幼苗。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